Hello， 各位老朋友，欢迎来到咖啡人生第3集，我是点哥。还记得我们上集讲到吗？人生就像一杯手冲咖啡，你急什么？慢慢来，闷蒸一下才会香嘛，对不对？结果播出之后啊，就有朋友跟我说：“嘿，点哥，我真的开始练习放慢脚步呢。”连我家的狗都觉得我没那么燥啦，这真的是我听过最可爱的回馈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把这杯人生咖啡再加点料，来聊聊一个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主题：人与人之间的化学反应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跟不同的人相处，感觉就像在喝不同的咖啡？有些人像黑咖啡，直球对决，呛但提神；有些人像拿铁，温柔圆滑，有奶香；还有一些人嘛，喝下去你只想跑厕所。这种我就不点名了。但是说真的，我们身边的每个人，其实就像是人生里的配方，有的配方很搭，加一点就变好喝，有些配方混在一起就出事。譬如你跟一个很急性的人共事，你本来慢工出细活，一加在一起就像生培豆遇上冷水，根本冲不出味道。那该怎么办啊？要换水温吗？换比例吗？还是直接换人？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，你怎么冲这段关系？有时候啊，我们太急着去找跟我一样的人，这样比较顺啊。我爱安静，他也爱安静；我不爱社交，他也不讲话，完美搭配，对吧？但结果往往是2个人一起不讲话，谁也不主动开机，这就很尴尬嘛。所以有些关系不是对位，而是学会互相调整，互补那个你没有的味道。比如你是黑咖啡个性，脾气直，想法快，那你跟一杯温柔的奶泡拉花拿铁合作，可能就刚刚好。它慢慢磨，你快快冲，节奏会变得刚好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种搭配它不是自然合拍，而是你们在冲泡的过程中慢慢磨出来的。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遇过那种没什么大事，但就是不爽的关系？有些人呢，讲错一句话，气氛整个变调，但你也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对，就是闷着。这种时候就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滤杯里面咖啡渣没清干净，你下一次再冲新咖啡，味道一定怪怪的，而且放久了还会发霉发臭，整组器具你就都不敢用了。而我们的情绪啊，其实也是这样。当你委屈了、受伤了、压抑了，如果你没有找方法释放，那些情绪咖啡渣就一直堵在你心里。表面上你还在笑，但其实心已经塞车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。有时候啊，一整天下来，觉得心很重，但不是真的有谁惹我，而是各种微小的累积。没表达，不想麻烦别人，自己闷着。这时候怎么办？清渣怎么清呢？不一定要大哭，可以是散步、运动、写字、喝杯咖啡自己沉淀，去郊外、户外走走，接触大自然，或者找个信任的朋友说说话。你清得越快，你的心才有空间去迎接新的好风味啊！你知道咖啡有个东西叫风味轮吗？上面有几十种风味，果香、花香、焦糖、坚果、泥土，甚至有烟熏、醋味。而我们的人生啊，也是一张情绪风味轮，
开心是甜的，失败是苦的，被误解是酸的。平淡的日子像白开水一样没味道，但喝久了才知道珍贵。很多人只接受甜，不想要其他味道，但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只喝甜的咖啡，很快就腻了。真正让一杯咖啡有层次的，是那些你一开始觉得奇怪，却慢慢能欣赏的味道。所以，允许自己有各种情绪，不用排斥，也不用压抑。就像风味轮里每个区块，都是这杯咖啡存在的证明。最后呢，我想留一个比喻给你。你现在正冲泡的这杯人际关系咖啡，可能还不是最顺口的，但只要你愿意调整水温，改变比例，尝试搭配不同风味，也许某天它会变成你最喜欢、最回甘的一杯啊！就算今天的味道不合，也不是失败，而是学会了哦，原来这样冲会苦。下次我记得加一点包容，加一点倾听，加一点自己没用过的方式，慢慢冲，慢慢调，一定能泡出一杯属于你的特调人生。我是点哥，今天的咖啡人说恩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正在经历一段难以言说的关系，或许可以泡杯咖啡，坐下来想想今天我们聊的这些。下周我们继续一起冲咖啡，品人生。拜拜。赞。